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用红薯搭配剩米饭，分享一道你从没吃过的做法。红薯的香甜软糯，碰上粒粒分明的剩米饭，经过巧妙烹饪，会碰撞出奇妙火花。无需复杂食材，简单几步，小孩子抢着吃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红薯和剩米饭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3条红薯，先把红薯皮削掉，将内层紫红色的外皮削去，露出内里金黄的薯肉。去皮后的红薯，把它放入盆中，用流动水把它清洗干净，清洗掉表面的杂物。清洗干净后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将其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。切好后，将红薯片放在盘中，尽量铺平。接下来起锅，在锅中倒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烧开，待水沸腾，水汽升腾，把红薯片的盘子放入锅中，盖上锅盖，让红薯蒸10分钟。这是我们昨天吃剩下的米饭，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红薯蒸好了，关火，用夹子小心翼翼地将红薯夹出，倒入大碗里。接下来拿出擀面杖，将红薯充分搅拌成细腻的红薯泥。当红薯泥呈现出均匀、绵密的质地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紧接着，把准备好的米饭倒入碗中，再舀上2大勺糯米粉。为了增添丝丝甜蜜的味道，加入1勺白糖。如果偏爱甜食，不妨多放一些。别忘记，还有早上小孩喝剩下的牛奶，加入5勺，能让整个混合物香气四溢。然后开始充分搅拌，让每一粒米饭、每一丝红薯泥、每一份糯米粉和牛奶都亲密交融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拌均匀后，这时你会发现面团有些粘手，别担心，这是因为米饭被捣烂后释放出了粘性，只需在手掌心倒上一点油，轻轻揉搓，便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。将面团揉好后，抓出一小团，放在手心，慢慢搓成一个个圆润可爱的丸子。瞧，这样美味的红薯丸子雏形就完成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呢？全部做好了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起锅，把锅烧热，锅也逐渐热了起来。此时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在热锅的作用下，开始由微微冒烟，意味着已经达到合适的温度。这时候，将之前做好的红薯丸子一个个轻轻放入锅中。丸子落入油锅，瞬间发出滋滋的声响。全部丸子下锅后，将火候调至小火，让丸子在锅中慢慢接受热油的煎制，同时要用筷子时不时轻轻翻动丸子，确保每一面都能均匀受热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丸子的颜色逐渐发生变化，从原本的米黄色慢慢染上了一层诱人的金黄色。当丸子周身都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时，这道软糯香甜的红薯剩饭丸子就大功告成了。迅速关火，小心地将丸子一个个夹出，摆放在盘子里。热气腾腾的红薯剩饭丸子散发着浓郁的香气，再撒一把黑白芝麻，看着盘中这色泽金黄可爱的红薯剩饭丸子，心里满是成就感。你瞧，原本被当作剩米饭和红薯，在经过简单的步骤后，竟摇身一变，成了这般诱人的美味。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奇妙之旅，更是对生活智慧的生动诠释。当你把这道美食端上桌，家人的惊喜目光，孩子的欢呼雀跃，此刻香气弥漫整个屋子，它承载着家的温馨与甜蜜。别再犹豫，赶紧走进厨房，跟着步骤动手做起来。相信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你也会深深爱上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烹饪乐趣，为生活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。平日里，家中要是有吃不完剩下的米饭，可千万别急着倒掉，它和红薯搭配在一起，能成就一道令人惊喜的美味。只需简单几步就可以了。红薯剩饭丸子是一道美味且富有营养的菜肴，除了直接煎炸外，还有许多其他做法可以尝试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做法。1. 红薯丸子汤。材料：红薯剩饭丸子、清汤或高汤、青菜、盐、胡椒粉。做法：将清汤或高汤煮沸，加入红薯剩饭丸子，煮至丸子熟透，最后加入洗净的青菜，调味后即可食用。2. 红薯丸子炒菜。材料：红薯剩饭丸子、时蔬如青椒、胡萝卜、洋葱、生抽、盐、油。做法：热锅加油，先炒香洋葱，加入其他时蔬翻炒，加入红薯丸子，加入生抽和盐调味，翻炒均匀后出锅。通过这些不同的做法，您可以充分利用红薯剩饭丸子，制作出美味的菜肴。希望您能找到喜欢的做法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